大家好，我是韩博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音阶的不同练习方式。第一种练习方式呢是均速练习加变速练习。均速练习呢，它的目的是让手指能够平均而顺滑地演奏一串音，而变速练习呢，则是为了让手指提速而做的准备。均速练习是我们最常用的练习方式。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加入另外一种练习方式，也就是变速练习。我之前专门有一整期视频讲的是如何练变速练习，以及如何把变速练习运用在乐曲当中。今天我们就简单快速的讲一下音阶用变速练习的几种练法。首先，两个音一组，前长后短，前短后长，然后四个音一组，一长三短，然后三短一长，最后七个音一组，一长六短，六短一长。当然你也可以无限的往上加啊，16个音、32个音一组都可以。最后就是短的音越来越多，长的音越来越少，那你就弹得越来越快了。第二种是连跳训练。我们先来讲连的，可以两个音一组做落滚训练，也可以一句里面多加点音，比如说4个或者7个。这个练习可以训练手臂、手腕、手指它的一体化，可以加强我们对长句子演奏的把握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跳音来训练，比如说手指跳音，比如说运用到手腕的跳音。这个练习可以训练手腕放松的情况下，让手指尖立住。最后我们可以连跳结合，比如说两连两跳，两跳两连，两连五跳，五跳两连，等等等等。第三个方式呢，其实是一个思维的改变。我们通常是从升号的调开始学音阶的，一个升号、两个升号、三个升号等等等等，这就导致了我们对降号的调其实没有对升号的调有那么强的熟悉感。所以还有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从降的调开始练，或者是一升一降穿插着练。比如说 C 大调学完以后，学一个降号的 F 大调，然后两个降号的降 B 大调，三个降号的降 E 大调，等等等等。或者是 C 大调学完了以后，学一个降号的 F 大调，然后一个升号的 G 大调，然后两个降号的降 B 大调，两个升号的 D 大调，等等。其实 C 大调它并不是弹起来最舒服的哈，只是作为初学者它是最好理解和记忆的。比如说肖邦就会让学生练 B 大调，其实 B 大调和降 D 大调两个调都是非常舒服的，因为它们有5个升号或者5个降号，刚好就是长的手指头在黑键上，短的手指头在白键上，非常自然。所以在练习的时候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音阶。比如说你是想快速的开手热身，还是要系统的过基本功，适应不同的音节把位。4种练习方式呢，就是各种加长版。比如说啊，最简单的4个8度的音阶，2个8度后打开，然后回来再上去，这样子下来啊。这个很多音乐学院附小、附中、期中、期末考试都会要求学生弹这个。还有一种方式呢，是连续不断的弹。我小时候是练过5分钟、10分钟，还练过半个小时的。这种确实是比较无聊哈，很考验小孩和家长的耐心。还有一种连着弹的方式呢，是在这个调结束之后，往上弹一个音，再往下弹3个音，就到了下一个调。这样听起来很抽象，我来示范一下。比如说 C 大调结束到了 C， 用大指来弹，往上一个，往下3个，就到了 A 大调。那 A 大调就是 C 大调的关系小调。
调结束的时候呢，又是往上一步，往下3步就到了 F 大调，也就是一个降号的调。F 大调结束了，一样的方式就到了 F 大调的关系小调 D 小调。D 小调结束了，同样的方式呢，就到了降 B 大调，也就是2个降号。所以我们的这个顺序就是 C 大调它的关系小调，然后到了1个降号的调它的关系小调，2个降号的调它的关系小调。你用这个方式呢，最后就会绕了一圈，又回到了 C 大调。中间你会越弹越低啊，所以就会有一些音阶下行的时候只弹3个8度。好啦，那这些就是今天的分享啦，有任何其他问题都欢迎给我留言，拜拜。